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欧洲新火箭 Ariane 6准备发射，旨在减少对 SpaceX 的依赖，确保欧洲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。下面这条，微软公司承认其遭俄罗斯国家支持的黑客攻击，多家客户受影响，包括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和向海外提供新闻的美国机构。下面这条，特斯拉股价持续上涨，8连胜行情有望继续。小型电动车制造商也报告了超出预期的交付量。尽管面临竞争和需求疲软，特斯拉通过降价和裁员降低成本。特斯拉将于7月23日公布季度业绩，将于8月8日发布自动驾驶出租车。下面这条，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威尔逊认为，美国大选、企业收益和美联储政策的不确定性将导致股市大幅回调，10%的回调幅度极有可能发生在现在和选举之间。让我们关注人工智能热潮推动下，英伟达占据单只股票 ETF 主导地位，资产规模超过60亿美元，占该领域资产的1半以上。特斯拉相关基金的持股比例已从去年的2/3降至目前的1/5。今年迄今，英伟达相关 ETF 已吸金44亿美元，是去年全年流入量的6倍，而追踪特斯拉的 ETF 流入量仅超10亿美元。下面这条，7月4日，美国机场安全检查旅客人数创下300万大关。过去10年中，8个最繁忙的日子均出现在今年。TSA 历史上首次在一天内检查超过300万乘客。下一条，派拉蒙影业宣布与 Skydance Media 合并，结束雷德斯通家族对该公司的控制。合并条款包括 Skydance 以24亿美元现金收购 Redstone 的股份，然后完成全面合并。消息宣布后，派拉蒙股价下跌约 3%。下一条，随着人工智能 iPhone 16升级周期的到来， Wedbush 分析师表示，苹果有望达到4万亿美元市值。下面这条，巴西鸡肉出口前景向好，主要由于美国竞争减少和中东进口需求稳定。巴西仍然是全球最大鸡肉出口国，出口量再创历史新高，但价格却有所下降。下面这条，周一美股上涨，利率近期走势的关键信号可能本周出现。标普500指数上浮 0.1%， 纳斯达克指数攀升 0.3%， 创历史新高。道琼斯工业指数抹去盘中涨幅，下跌 0.1%。 接下来这条，特斯拉股票连续上涨9天，周一上涨 0.5%， 自4月份创下52周低点以来，该股票已上涨 75% 以上。随着特斯拉上周公布季度交付量优于预期，其反弹势头持续。除了生产和交付业绩外，特斯拉的看涨者还强调了该公司增长最快的部分，其储能业务。其他较小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上季度也报告了高于预期的交付量。让我们关注，麦当劳发现消费者光顾该餐厅主要是为了汉堡和薯条，而非沙拉，因此自2020年以来，该餐厅已从菜单中取消沙拉，专注于提供消费者需求量最大的餐点，例如5美元的套餐，以提高销售额。让我们关注，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春季销售季表现不佳，夏季和秋季前景低迷。通胀和经济数据的改善打消了抵押贷款利率下降的希望，导致买家延后购房计划。利率预计在年底小幅下降，但可能不足以吸引买家和卖家。春季购房季再次低迷，销售额下降，反映了高利率、低库存和创纪录的高房价带来的负担能力挑战。接下来，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用大幅增长，其中信用卡余额猛增，反映了人们对信贷的需求。这表明消费者正在依靠信用卡和其他支付方式来维持支出，这可能会导致消费放缓。最后这条是，联合航空一架波音757客机起飞后，起落架轮子脱落，但安全降落在目的地丹佛，无人受伤。目前正在调查事故原因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